朋友好，再过28天，我们就会知道谁是下一任我们的总统，三军统帅。大家知道，世界上有2个阵营，共产跟民主。最大的差别就是国家领导人怎么产生，人民的基本人权有没有受到保障。在共产国家，我们知道，普丁呢自己宣布无任期延长，引起另外一些有权力欲望的人也在蠢蠢欲动，如何能够变成永久的皇帝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不是受到普丁的启示，也顺利完成他的第3任，甚至于还可能无限期？最近，美国前国务卿克林顿希拉蕊，也就是克林顿的夫人希拉蕊女士，在新加坡参加会议接受 ABC 专访里头，回忆起2012年的一件事情，他有一点惋惜，或者我听起来是有点忏悔的说，习近平变成无任期的国家领导人，其实跟他当时国务卿做了一个决定有关系。我们这次总统选举第1阶段终于确定3组的候选人，但是最后谁会当选不知道。在美丽岛世代，最敬爱的辛盖先曾经公开讲，10岁时阵，伊就想有一天要做皇帝。但是当他到日本去留学，知道民主时代来临了，没有人可以当皇帝，所以后来他领导台湾民主运动，是我们的民主之父。终于总统可以直选，我们经过李登辉总统、陈水扁总统、马英九总统、蔡英文总统的民选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当了8年以上。在美国，我们也习惯奥巴马第一个非裔的总统。奥巴马之后，我们看到川普继任，然后拜登。川普跟拜登年龄都已经接近80，甚至80出头了，所以由年轻人执政变成老人主政。但是美国总统的选举，它的程序非常的复杂，但是也非常公开跟民主。这几天我们也注意到北韩很多的军事扩张行为，那其中有一个令敏感人士注意的是，金正恩所到之处，11岁的小女儿金珠爱都亦步亦趋，随行在身，他们父女的感情非常的好。金正恩甚至于公开宣布，他11岁的爱女作为新兴女将。所以一个11岁的小千金，是不是已经
逐渐步上未来北朝鲜的国家领导人了，这真的都值得我们大家来注意。过去几次我谈到选举的各方面，一方面如果政党没有提名，就会非常的辛苦，就像郭台铭先生富甲天下，其实也是国际知名的人士，但是因为他不被政党认可，所以很辛苦的花了很多的心力，相信跟财力，在短短的时间可以提出102份的联署信，最后被认可90万份合格的联署信，应该有一定的实力，但是他还是黯然宣布退选，所以政党变成迈向总统府一个必然的关卡。那么马英九总统，他是在香港出生，可是 made in Taiwan， 因为他的父母是在台湾结婚，怀孕之后在香港出生。他成长过程当中，据说他的父母严加管教，耳提面命，说将来你一定要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。蔡英文总统他如何当上总统，可能到目前为止还是谜中谜，因为他原本是国民党出身，后来居然可以领导整个民进党，而且作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，1次落选，2次当选。我记得当时命理师曾经从蔡总统的父亲蔡杰生先生的这个墓园里面，从堪舆学讲出一大套道理。在蔡总统宣布参选以前，就认定他父亲的坟墓的风水是全台湾最好，甚至于比蒋家都更好。我想这件事情最后印证是真的，所以蔡总统的确有总统命。人家说大位不可自取，这里一方面勉励我们3位总统候选人，你们尽人事，尊重民意，最后也许也要听天命。在此同时，我特别要讲美中关系。大家知道，1979年，当美国跟台湾断交的时候，他一心一意在季辛吉的撮合，一心一意要跟中国交好，要利用中国来对抗苏俄，这是季辛吉的现实主义之下的成果。那么对台湾的打击很大。美国一直想透过帮助中国民主化来和平转移中国，看能不能把它从共产世界拉过来到民主世界。但是后来证明，一切都是幻想，前功都尽弃了。
现任总统习近平不但2012年18大以后安然担任国家领导人，而且经过19大，在20大的时候又可以突破惯例，没有任期，继续担任国家领导人。这里也很有趣的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美国跟习近平的关系是命也、运也，还是有一些让台湾可以警惕的地方。2012年，胡锦涛是国家领导人，当时有可能作为接班人的，一位是薄熙来，一位是习近平。当时习近平已经是国家副主席，所以应该就是习近平会作为接班人。2012年2月初，发生了一件轰动世界的事情，叫做王立军事件。王立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重庆的公安局局长，所以他掌握很多大官、小官的各种言行秘密。在2012年的2月初，薄熙来当时是重庆市党委书记，比市长还高。他的太太谷开来是一名律师，但是他也在国际上经营很多的事业。一位英国商人尼尔海雅德是他的生意伙伴，结果被发现吞下氰化物而死亡。起初的报告是说他喝酒过度而暴毙，但是王立军身为重庆市公安局的局长，他自然掌握所有的情境。他知道其实是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下令毒死这位英国商人。王立军一方面参与整个案情的调查，一方面跟谷开来有频繁的接触，据说还发生一些不太正常的关系。薄熙来当时是重庆市委书记，把王立军，他当时是重庆市的副市长，叫去痛骂一顿，还掌掴了他，因为他有所风闻。这一下让王立军心生畏惧，所以在2012年2月6号，他从重庆开车直奔成都，
向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。一方面告诉美方，他掌有古开雷谋害海伍德的犯罪证据；另一方面，据说还有薄熙来勾结北京当局、中央办公室主任，还有公安部长等等，要谋反倒袭的秘密资料。按说，这种政治敏感，他要求政治庇护，美国应该接受。所以，王立军投奔成都，向美国寻求政治庇护，上报到美国的国务院跟白宫的时候，当时总统奥巴马提醒一句：下个礼拜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要来美国访问。他没有做决定，但是当时的国务卿希拉蕊·克林顿女士觉得不要妨害习近平的访问。在最近新加坡的 ABC 专访当中，希拉蕊说道：“因为当时的薄熙来从担任大连市长一直到重庆市长，他声势太大，而且不断的唱红打黑，引起很多的支持。所谓唱红打黑，就是他言必称毛泽东，让中国大陆很多人认为他真是毛泽东最忠诚的这个追随者，不断的称赞、宣扬毛思想，同时用严厉的手段打压很多政治异己。当然，他们用的共同罪名都是反贪腐。他的民间的声望很高，而王立军作为他手下，又是公安局局长，手中掌握了这一派反习近平人士的一些秘密资料。王立军从重庆到成都寻求美国政治庇护，是想把这么重大的情报要交给美国。本来以为美国应该会同意政治庇护，没想到事情发生之后没多久，习近平以国家副领导人的身份到美国去，而当时美国的国家副领导人，也就是副总统拜登，也很多次跟大家讲，他跟习近平是老友，他们曾经单独两个人谈天说地，独处了72个小时，他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时候，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，所以希拉蕊不敢同意让王立军获得政治庇护，只要求不要再把王立军交到
薄熙来的手下，要求北京中央政府来处理王立军的案子。王立军被移送到北京，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后面牵引出来的就是中共中央有一群反习人士，包括中央办公室主任，包括公安部的部长周永康，所以这是一个政治叛乱的一个很敏感的事件。假使希拉蕊当时同意王立军给他政治庇护，然后认真看待这些情报的话，可能今天的中国领导阶层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根据希拉蕊在新加坡的受访所表示，我在电视上听到的话是说，他当时误判情势。他说，因为薄熙来言必称毛泽东，如果他夺权成功，那中国大陆情况会更加不堪设想。他觉得习近平是开明派，对美国非常的友善，跟拜登副总统有很多长谈的关系，所以不能得罪，因此拒绝了王立军的政治庇护。同时，当习近平访问白宫的时候，拜登总统据说就把王立军交给美国成都领事馆的相关秘密文件，都交给了习近平，以至于习近平访问美国回到中国，就利用他所得到自拜登的资料，展开大规模的整肃。最后，周永康等人，中央办公室主任，通通锒铛入狱，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局就起了很大的变化。希拉蕊女士当过第一夫人8年，也当过国务卿，她还一度参选美国总统。那一次情况非常的激烈，可是后来我看到电视上访问普丁，问普丁支不支持希拉蕊担任美国总统，普丁冷笑地说，那位女士在国务卿的时候就公开把我们俄国当作头号敌人，如果让她当上总统，那还得了？因为有很多的情报媒体报道证实，普丁大量使用网络的骇客，在欧洲一些弱小国家的乡下地方大量训练网军，每天散布不利于希拉蕊的新闻，同时替川普做正面的宣传，这是公认的事实。我要讲的是，希拉蕊也是有心要选总统，
结果他败在普丁的手下，因为普丁几乎默认他发动网军，刻意不让希拉蕊当选。但是他后来在新加坡，我觉得是有点忏悔，承认当年2012年他误判情势，更不应该把王立军提供给美国的相关资料交给习近平。所以习近平根据这些，不但可以整肃异己，薄熙来就是无期徒刑，永远待在狱中。而习近平做完2任，普丁自己宣布任期无限，所以他东施效颦，现在也是任期无限的太上皇。希拉蕊自己要当总统，当不成，因为普丁发动骇客攻击，而希拉蕊自己做不成总统，却造就了习近平成为终身皇帝。我这样把这些故事兜起来，就是用轻松，但是大家可以严肃的考虑。一国之君，3军统帅，总统，这真的是大位不可自取啊！可是我们又想想，郭台铭先生笃信神佛，他参选的时候也信誓旦旦的说：“我是关公妈祖跋杯来，说我有总统命。”柯文哲主席的妈妈也是在新竹跋杯，说我的儿子也有总统命。蔡英文总统，他的父亲拥有非常好的一片墓园，哪一个你相信？我觉得大家可以轻松以待，却也可以更深邃的看到，人活着最大的意义是在某一个职位呢，还是你风光的上台，也要风光的下台？你是要活在选举场中的掌声，还是活在未来的历史当中？希望我这样看起来有点拉杂，但是这几个很真实的总统梦的故事，告诉我们不希望有所谓接班人，不希望总统是世袭的，我们当然不希望总统是靠跋杯或者靠祖先的陵寝。我们要问的是何德与何能？在1月13日票以前，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台湾人，你要选的是如何让台湾在内忧外患当中走出困局，同时也是在全世界高度重视当中，让台湾的真善美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。我们还有28天，你我都有1张选票，这一次就让国库因为你的投票
付出30块吧。重点是所有的政治白内障，我们的民主宪政，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能在下一届的总统领导之下，堂堂正正走上第3波民主改革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谢谢。